普通女孩如何逆袭嫁入豪门。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吧。我的老公是护圈太子爷，当年他跟我的闺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那晚他醉得人事不省，我把他扶进了车里，结果我闺蜜恰好赶来找我老公借钱救他爹，我摇下车窗，当着他的面亲了我老公，然后掏出500块钱甩到他脸上，让他拿着钱滚。这才叫大女主，人生本就是靠自己争取。佩服楼主看穿了资源整合的本质，爱情就是资源置换，输了活该。那个闺蜜后来怎样了？后来为了钱，她嫁给了同校一个瘫痪的男人，听说还生了个孩子。咦，想想就好恶心呀！主播真是蛇蝎心肠。有弹幕说我蛇蝎心肠，才不是。我这是及时解救了我老公，让他摆脱了那个烂女人。更何况他当年在学校里就跟的那个富二代眉来眼去，本身就不检点。我老公如果娶了她，一辈子都完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太爱我老公罢了。5年过去，我本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，没想到他还是不放过我。他眼见这场直播火了，马上又改了更炸裂的标题：护圈太子妃直播，1元拍卖前女友证据，太子妃今天要干大事，1元抢！没想到这么多人都对我们这段往事感兴趣，那么今天就上一个特别的拍品，当做粉丝福利。这就是太子爷那个前女友，哇，长得还可以，500块被买断的女人。他当年5天弄到了30万，做了什么，大家都清楚。我手里有珍藏版视频，现在1元起拍，抢啊，上啊！打倒绿茶！这女的太可怜了吧！请黎初女士注意，有一位沈先生正在寻找您，请尽快前往服务台。沈彦舒，你和林清瑶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我？糖糖，我相信爱情可以抵万难，我们的爱可以穿透钢筋水泥铸就的围墙。我也相信，我们一定可以走到最后的。但我没想到，这双手会在我们订婚的前3天把我推进泥里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校花吗？你不是说你爸住院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是500块钱，你拿着。李楚，我早就说过，你这种家庭配不上晏殊的。这就是他给你报销的路费，剩下的给你爸爸买点补品吧。我再多给你几张，去给你爸买点好药，别再来恶心我们了。我再多给你几张，去给你爸买点好药，别再来恶心我们了。你还敢来？沈彦舒，我需要一个解释，昨晚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青瑶已经录下来了你和别的男人纠缠的画面。这是假的，沈彦舒，这是 AI 合成的，是林清瑶陷害我。林清瑶陷害你？对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沈彦舒，你要信我。假的。林家虽然只是小资，但家风严，他会去陷害你？别装了，你怨我给不了名分，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冲着钱来的。你说什么？赌徒的妈，负债的爹，能养出什么好女儿？你早就是个为了钱什么都肯做的女人。我没有。沈彦舒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爱你7年。爱，你那点爱不过是拿捏我的筹码，你让我恶心至极。彦舒，我爸爸需要30万手术费，求求你，哪怕看在7年的情分上。滚！去找视频里的金主，他更乐意为你爸出钱。
那一刻我明白了，我根本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。但也没关系了，因为她根本不值得我去争。但我爸爸还等着救命的钱。既然沈晏殊如此无情，希望沈父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可以伸出援手。李楚，你父亲已经被辞退了，这是辞退通知书。叔叔，您听我解释，那个视频是假的，是林清瑶用 AI 合成。沈家不可能让你这样的女人进门，沈家的声誉容不得玷污。叔叔，我不是为了这件事，我爸爸突发急症，需要30万手术费，求您看在他跟了您20年的情分上救救他。志廉耻，你竟然还有脸提钱！叔叔，我求你。林清瑶那孩子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为了钱在外面与人苟合，你那点上不了台面的伎俩还是留着去骗别人吧。这是你爸最后半个月的工资，也是沈家对你们的最后仁慈，拿着钱立刻从沈家消失。谢谢沈叔叔，20年的情分换不来1分钱，只讨回我爸最后半个月的工资，1万块钱。你妈是赌徒，你爸又绝症，你让我们怎么信你？大伯，我会还的，我一定会还。30万，你拿什么还？把你自己卖了吗？哪怕借我5万。爸，我来了，我凑到了，你等我。听说这老人的女儿一直在凑钱，估计是不想拖累孩子。那老头也是可怜，听说女儿在外面为了钱做了那种勾当，还得了脏病。他活了一辈子，最看重名声，女儿这么干，他哪儿还有脸活下去呀？大爷，您说的是隔壁床。姑娘，你别惊讶，我可不是胡说，有根据的。那丫头心狠呐，害了自己爹。您说有根据是什么意思？听说那天她那女儿的闺蜜来送补品，哭得可伤心了，说亲眼看见那丫头去接客，还把证据拿给老头子看。老头子看完，今儿早就……又是你，林清瑶！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。所有人都想毁了我和父亲，既然如此，一切都结束吧。所有人都想毁了我和父亲，既然如此，那让一切都结束吧。不要这样，而且再熬的人还活得好好的呢，他们对你这样，你会拍手叫好？你想想，你爸爸愿意看到你这样吗？那我求你了，你先上来好吗？
白仙，你说话，你说话呀！你别这样，白仙，你醒醒，白仙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，是我害了你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别睡，你别睡。知道。小飞。白仙，你一定要没事，求求了，上天保佑！医生，怎么样？他脊椎受损严重，经过手术，双腿恐怕无法恢复行动能力。我们在给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，还请您做好思想准备。什么？您已经怀孕了，大约2个月。命运仿佛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我竟然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小初，我娶你。白贤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虽然才睁开眼，但是你跟医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的孩子就是我的，我救了你，你欠我的。我会想办法报答你的，但是我不能这样拖着你。可是我就想你嫁给我，这是我的心愿。更何况我现在这样，谁拖累谁还不知道呢。答应我，好好活着，为了你爸，为了腹中的小生命，也为了你自己。怎么，我们心比天高的黎初终于找到了如意郎君，要早早结婚了？哟，这场面够肃清的啊！黎初，你还真有能耐，嫁给一个摊子手活寡，为了攀附权贵，你还真是什么都忍得了。沈岩叔，从今天开始，她是我白贤的妻子，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我们的婚礼被彻底搅乱，但沈晏殊和林清瑶的恶行并没有停止。大家都知道他当年5天凑了30万吧？问过他是怎么凑的吗？他爸那病30万够干嘛？不过是个借口，钱早就进自己口袋了。他爸死的也奇怪，好端端的人，女儿凑够了钱，怎么就跳楼了呢？懂的都懂。现在嫁给白县，你们真以为是真感情？人家那是找了个有钱的接盘侠。可怜白县，腿废了，还要替别人的孩子当爹，也不知道那孩子到底是谁。他爸死的时机也太巧了，这种女人当年就该直接消失。白贤太惨了，被这种人骗了。孩子他爸是谁呀？看看这老头教出这样的女人，死有余辜。医生，他是怎么了？目前可以确定是抑郁症，并且感觉他的病情在恶化，建议让他换个环境生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国内的资产我已经处理完了，飞机也要起飞了，你走吧。好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有没有看到刚刚的热搜词条？啥呀？护市机场偶遇护大校花，5年贼心不死纠缠护圈太子。还有这个护圈太子妃身份揭秘，系护圈太子爷沈晏殊宠妻，好大的瓜！不知道那个护大校花还在不在机场？指不定我们也能偶遇，现场吃上瓜呢。我盯着那张图，手机屏幕差点捏碎。我只是想回来看看爸爸，并不想旧事重提。奈何那2人阴魂不散，甚至把我的痛苦歪曲成心机女的细腻。请黎初女士注意，有一位沈先生正在寻找您，请尽快前往服务台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黎初，是我蠢，是我混蛋，我错信了那个女人。老婆，这么多年的爱恨恩仇，
总该做个了结了。去吧，我和念念在这等你。沈先生的道歉，我收到了，但原谅我给不了你。黎叔，你听我说，我求你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弥补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我们走。黎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回来，我会弥补你的，求求你。沈岩叔，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的吗？在你搂着林清瑶的时候，我跑遍了护市，给我爸筹钱；在你享受太子爷的权势，为难我们的时候，我跪在你父亲面前求他开恩。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就想把这5年的万劫不复翻篇。我父亲的命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的声誉，你还得回来吗？你所谓的弥补，就是现在站在这里，再给我招来新一轮网暴吗？我会处理的，我能解决。你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吗？你看到了吗，沈晏殊？你能弥补我什么？你只能给我带来无尽的痛苦。当年我跪在你面前求你查证时，怎么不相信我呢？小初，给我5分钟，我只是想……天哪，就是她，那个为了钱嫁给贪字的女人！大家快看，沈家太子爷又被这个狗皮膏药缠上了。心机女真会演戏，拿摊子当跳板，现在又来了。爸爸妈妈，我怕。闭嘴！都给我滚！把手机收起来！睁眼说，这回到最基本上了，不知道你。不怕，妈妈在，没事的。走。沈晏殊，求你放过我吧，让我好好的过完余生。5年了还不死心，恶心不恶心？白贤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被这种人绑上了。仿佛又回到了5年前。5年前那些话差点把我压死，没想到这种事再次上演了。但如今这些文字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。沈晏殊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也是以沈晏殊在护士的权势，打听到我落脚的地方不算难事。小初，你在门口站多久了？1个小时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我求你，给我5分钟，让我说几句话。给你3分钟。昨晚机场的事，我已经动用沈氏的能量压了所有热搜，那些词条今天下午会全清掉。然后呢？林清瑶，我已经把林清瑶控制起来了，我保证她会彻底消失，不只是从你的生活，我会让她再也回不到护士。我不介意你嫁过人，我知道你嫁给白贤是无奈之举，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补偿，我可以给白贤找最好的医生，我可以补偿他。你回到我身边可以吗？补偿他？沈晏殊，你是认真的？要怎样我都可以。你能弥补的这些，我们并不需要。你也不能让我父亲活过来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。没想到沈晏殊还会有这样卑微的时候，但看着他低声哀求的样子，我也该放下了。小初，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沈晏殊，你到现在还这么自以为是，还以为最大的问题是林清瑶？什么？最大的问题是你，你从来没有信过我。5年前哪怕你有半分信我爸爸兴许就不会死。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？我们之间早就回不去了。对不起，小初，我错了，别说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爱你，我只想像以前那样爱你，让我好好抱抱你就好，小初，让我们回到以前那样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妈妈，你是坏蛋！昨天机场就是你
妈妈，他怎么还在这里？你管谁叫妈妈？他是我和白贤的孩子，管白贤叫爸爸，管我叫妈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他有多大了？和你没有关系。小初他长大，他的眼睛……我们中间隔着5年，隔着我父亲的死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查清楚林清瑶是怎么把你耍得团团转的。那才是你应该做的。你看了吗？沈家那个太子爷刚刚亲自发文了。等等，5年前那个视频是 AI 换脸。对啊，下面有技术团队拆解的截图，你看这里全是合成边缘，一帧一帧都标出来了。那个黎初，她当年是被冤枉的，她爸住院，男朋友不信她，还被人当众羞辱，她是怎么撑过来的？我刚看到另一条，林清瑶那个家族企业资金链断了，要破产清算了。什么？他不是在微博上炫耀互圈太子妃吗？他发那个帖子一看就是想蹭热度做网红捞钱的，结果把当年的事抖出来了，现在全完了。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林清瑶不光自己换脸造视频，还买通了医院的护工。买通护工干什么？录音都公开了，我放给你听。我就是按照林清瑶说的，把那份视频找机会在黎初父亲的病房里。他把假视频放给黎初父亲看。对呀，他看完估计承受不住，真是可恨啊。那姑娘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啊？他真的去查了，甚至全部公开了。是林清瑶，从头到尾都是林清瑶。沈燕书竟然还选择直播忏悔，但为什么这份迟来的清白比5年前更让我痛苦呢？首先，我要向被我伤害最深的那个女孩道歉。一切的错误皆因我而起。来了！跪下！沈燕书，你配吗？林清瑶伪造视频收买护工，间接害死了黎初父亲。事情属实。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和林清瑶搅和在一起？我会依法追究到底。至于那晚，我不是为了享受喝酒，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就能彻底说服我父亲，让我们2个结婚，并且我就能帮助小初还清贷款，给他一个安稳的家。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林清瑶那个女人扶进车的。当我醒来，她已经躺在了我的床上。小初，我喝了好多的酒，才签下了合同，狂喜之下就多喝几杯。我以为我拿到了筹码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娶我心爱的女孩了。林清瑶给我放了那段 AI 合成的视频，我太气愤了，我不能接受她背叛，我就相信了。那晚他喝酒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一直以为是他抛弃了我，原来我们都被林清瑶骗了。可他被骗的代价是他一句对不起，我被骗的代价是我父亲的命。我说出了最难听的话，伤害他，我亲手毁掉了我们的感情，这都怪我。小初，如果你看了这个直播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错了，我罪无可赦，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弥补，又是弥补。如果真的能弥补就好了。沈燕书，你就这样卸下枷锁了？那我呢？我永远无法和过去和解。妈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没事，妈妈不困。你怎么醒了？妈妈眼睛红了。没事，妈妈想外公了。果然，沈燕书又来找我了。小初，林清瑶的事有进展，他家族企业的股份我已经全部转移了，他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你和他的事，还有离婚手续，我和他已经办完了，他会彻底消失在你眼前，我保证。他得妹的报应和我原不原谅你是2件事。你对付林清瑶是因为她害了你，不是因为她害了我，这2个出发点我分得清。妈妈，你看我画的，我画了
没事，不哭，让我看看。膝盖磕到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点红。只是一点红，不哭，勇敢。你就是昨天欺负我妈妈的坏蛋吗？是我。那你要去跟妈妈道歉，我妈妈不开心。念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念，念念。我爸爸是白贤，妈妈是黎初。哎，念。沈嫣说：“小初，他念念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给我滚！”他在门外站了多久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他那个问题，我不打算回答。有些事知道了，也不能改变任何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。小初，你打开看看。什么东西？亲子鉴定。你做了亲子鉴定？亲子关系概率大于99.99%。念念是我的女儿。小初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相认？念念，去里面画画好不好？妈妈有点事儿。好，妈妈你快来陪我。相认？沈嫣叔，你凭什么和他相认？她是我的女儿。你去告诉他，你要告诉他，他的亲生父亲是那个害死他外公的人吗？我不知道他是我的孩子。当他还在我肚子里，你骂他是什么？你说过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滚去找视频里的金主，他更乐意为你爸出钱。这是你说的。那时候念念已经在我肚子里了。沈嫣叔，你说过的一个字儿我都没忘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。他说不知道，他以为不知道就可以抵消那些话，可我记得那些字每一个都是真实落过的。沈嫣叔，念念姓白，她是白贤的女儿，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一张鉴定书改变。可是她是我的血脉，我有权利。什么权利？你跑进他的生命里，告诉他什么？说他爸爸其实是另一个人，然后呢？让他去认一个害死他外公的人叫父亲。我可以弥补，我可以对他好。你对他好的前提是先让他的世界塌一遍，这种方式念念实在是无法消受。你没有资格做念念的父亲，不是因为我不让，是因为你做不到。你连你爱的人都没能护住，你拿什么护住他？小初，我只是想看着他，就算远远的只是看着。那不是我能给你的东西。白先生今天再往前走3步。可以了吗？爸爸，你站起来了。以后可以陪你跑了。白贤站起来的那天，我才意识到我们可以走了，走出这个城市，走出这5年压在身上的所有痛苦，是时候开启新的生活。夫人小说今天又冲榜了，粉丝订阅数累计超50万了。知道了，安排今晚直播上新一期干粉。好的，另外有媒体想来采访您。林清瑶女士，证监会林氏集团涉嫌财务造假、非法挪用资金，请配合调查。这种级别的事，要正式公函，要我们律师。公函已送达，请配合。你们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你们敢抓我？
林小姐，公司所有账号被冻结了，微博账号被平台强制封禁，直播间也关了，对公账户全部冻结，钱转不出去。晏殊，林清瑶，你当初用手段骗了我，毁了他，甚至5年后，你还要在大众面前毁掉他的名誉。这笔账我要好好跟你算一下。你不能这样！我们5年夫妻情谊，还比不上你说那个女人吗？我不喜欢你，一切都是你算计来的，你还好意思跟黎初比？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沈晏殊，你敢这样对我，我不会让你！有什么跟法院说去吧。妈妈，我是小飞侠。小飞侠，跑慢一点，别摔。天气不错。是。他在那边。我看见了。爸爸，我今天画了一朵花给你。谢谢年年。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找人查的。不过我真的只是想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，没有想打扰你们。以后不要这样做了。你们过得很好。是。沈晏殊，我们之间早就彻底结束了。你为你犯下的错付出了代价，我也为我的愚蠢付出了很重的代价。我不恨你了，因为恨会让我与你不断纠缠，让我困死在5年前的泥沼里。我不想再困在那里了，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。小初，我只想远远的看着他长大，远远的看着你们幸福，我便知足了。说完这些，我发现轻松很多。恨是很重的东西，放下之后，感觉身上胆子都轻了。曾经的爱意，如同昨日繁花凋谢后止于残骸。沈晏殊，我的心中再也没有你的位置了。项目下午收尾，要不要去逛逛？好。妈妈，我可以带布丁去学校吗？不行，你今天吃的小零食已经很多了。生活像一泓终于平静的湖水，没有惊涛骇浪，只有细碎温暖的涟漪。爸爸妈妈再见。他适应的比我们快，这样很好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喜欢就好。李初女士吗？念念在体育课晕倒了，已经醒了，但建议您来一趟。妈妈，哪里不舒服？告诉妈妈。胸口有点闷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小朋友晕倒前说过胸口闷，我们这边建议带去做详细检查。妈妈，抽血会不会很疼？会有一点点，但很快就过去了，别怕，妈妈在旁边。好，那我不哭。哭也可以，都没关系。安。那就好，保重。别紧张，初步判断是轻微心律不恒，情绪或疲劳诱发，不是器质性问题。但为了保险起见，建议住院观察2天，做动态心电图。
怎么样了？还要观察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我陪夜。一起。妈妈，布丁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吃完了要吃正餐。好。念念，我们去走廊上活动一下吧。他怎么来了？不过以他的能力，查到念念在哪家医院并不难。他没有试图上楼，就那么站着，直到护士带着念念从走廊尽头回来，他才转身离开。姐姐，今天能吃2个布丁吗？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良性心律不齐，注意情绪和休息就好，不需要特殊治疗，可以回家了。从那天起，沈彦书的邮件频率变了，从每周1封变成了每天。信的内容都很简短，都是些有关日常的小事。我从没回复过这些日常邮件，但也没有屏蔽，他们安静地躺在收件箱里，像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回声。来，这个项目结束了，考虑回国发展吗？那边的市场广阔，真的很值得深耕。我想想。阿初，你怎么想？你呢？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在哪儿，我和念念就在哪儿。让我想想。海外华人墓典里葬着许多漂泊一生的灵魂。这个奶奶说的是吴语，我听不太懂，但语调让我忽然想起了爷爷奶奶，想起了上海弄堂的湿气。父亲的墓碑还在沪市，我确实已经5年没有去看他了。还有那些我刻意避开的人和事。白贤，我们回去一段时间吧。好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外公在的地方吗？对。我可以去看外公吗？当然，我们回去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外公。我去装我的小熊，还有我的画笔。到了。妈妈，这里好多人。念念，抓紧我和爸爸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这个房子离我们的大学很近，很好。开春了可以开窗通风，阳光下午能晒进来。念念应该也会喜欢的，就租这栋吧。不是你放的？不是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外公，我是念念，我回来看你啦。妈妈，我们每年都来看外公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每年都来。妈妈，这是你以前的家吗？那它要消失了。不会的，记得住就不会消失。记得住就不会消失。之后还带念念和白贤去了父亲最爱带我去吃生煎的那家老店，店还在，老板换了人，
菜单也变了，只留下几个老品种，味道还不大一样了。不过应付小朋友还是够的。好好吃啊，这个。妈妈，为什么这个叫生煎？是煎出来的吗？下面是煎的，上面是蒸的。难怪这么好吃。你喜欢吃就好。妈妈，这里真好玩。你喜欢这里？喜欢，这里有点像妈妈以前讲的故事里的地方。画册吗？妈妈，这是我吗？是你。这个是我喂鸽子，这个是我荡秋千，这是在做旋转木马。哇，画得好棒，念念喜欢。他也是怎么的？放哪里？你决定。我要出差好几天呢，你确定没问题？念念万一发烧，我知道怎么处理。去吧。有事随时说，不用撑着。走了。妈妈，就我们2个了？就我们2个。那晚上我可以睡你那边吗？可以。念念，你好像有点发烧，妈妈带你去医院，能起来吗？我要爸爸。爸爸在出差，妈妈带你去，很快的。妈妈，我头疼。妈妈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妈妈，我难受。妈妈在，不怕，很快就好了。念念发烧，在医院挂点滴了，不严重，不用担心。你好好出差。听说念念病了，这是我熬的粥，清淡。我没有跟踪你们，是刚好医院有认识的人看到了念念的名字，我这就走。等等，谢谢。妈妈，这个粥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儿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念念，你现在不发烧了，太好了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走吧。烧退了？早退了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妈妈还给我买了果冻。我不该这时候出差的。突发的，不怪你。下次我一定……真的都过去了，不打紧。好。还不睡吗？等一会儿，我还有点事情。整理老房子时发现的，一直不知道该交给谁，就想着你总有一天会回来，真给我等到了。谢谢您替我留着。你爸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。妈妈，这是你吗？你那时候好小。这是我和外公。感觉外公很爱妈妈。楠楠今天又说想妈妈了，我没告诉她，她妈妈上个月再婚了，这孩子命苦，但我一定会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沈家那小子对楠楠倒是真心，只要楠楠幸福，我怎样都行。妈妈不哭，外公一定希望妈妈开心的。妈妈知道。念念，你最喜欢做什么？画画，还有唱歌，还有吃布丁。他在国外上过学，对，他性格开朗外向，并且适应能力不错。念念，你喜欢交朋友吗？喜欢，我想交很多很多朋友。妈妈，我可以在这里上学吗？这里的小朋友好好玩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还交到了一个朋友，他叫糖糖。好，那我们就留下来。耶！我想留在这里了。想清楚了？
我爸在这里，我小时候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该在这里。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国内市场更适合我，而且这里是你的根。对，是我的根。妈妈，今天老师夸我了，还有我和糖糖一起画画，我画的是你。糖糖说我画的很好看。那你夸糖糖画的好了吗？当然，我说他画的小猫太好看了。妈妈，为什么那个叔叔总是看我？因为叔叔觉得念念很可爱。叔叔！可以坐这里吗？坐吧。叔叔，我要这个，你呢？你要什么我就要什么。你喜欢吃布丁吗？我最喜欢布丁了。喜欢。你也吃。好。叔叔，下次还可以一起吃饭吗？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好，叔叔再见。谢谢你。是念念要来的。我可以献一束花吗？可以。外公，念念来了，今天还有2个叔叔陪妈妈来看你。外公，妈妈有我，你不用担心。李叔，对不起。还有，谢谢你。我要出国一段时间。什么时候走？下周，公司海外业务要亲自跟，可能1-2年，也可能更长。一路顺风。念念，叔叔要出远门了，很久不见，你会想叔叔吗？会。那可以抱一下吗？念念要听妈妈的话。知道啦，叔叔要快点回来。保重。你也是。妈妈，叔叔还会回来吗？会吧。开春后，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吧，带花园的那种，让念念能跑得开。好。爸爸妈妈，外面下雪了，下雪了！他堆雪球的那个手法是我教他的。我知道，你看他堆得歪歪扭扭的，就是随你。这话说的，我们俩比比。妈妈，哎，阿初，你现在幸福吗？幸福，真的很幸福。此去经年，霜雪满肩。我用时间磨平了委屈，将痛苦和恨意留在过去，将生活过得平淡幸福，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。